在当今男子网坛，很多顶尖球员的成名路径都很相似，4、5岁窝拍，10几岁开始被全球追踪，很早就进入了职业网球的高速通道。但希尔顿不太一样，12岁之前，他其实没那么喜欢网球。他在橄榄球场上当4分卫，觉得那种冲撞、长传、全场沸腾的感觉，那才够刺激。一个起步比很多同行晚了将近10年的人，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冲进世界前5呢？一杯咖啡的时间，聊聊网球里的那些事儿。希尔顿其实不是网球圈的外人，恰恰相反，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典型的网球家庭。他的父亲布莱恩是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最高排名到过世界第55，拿过2个 ATP 冠军。退役之后，他做了大学教练，还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带出 NCAA 男队和女队冠军的主教练。他的母亲打过青少年网球，舅舅的双打最高排名到过世界第4，姐姐也打大学网球，所以这样的家庭本来完全可以很早就把他推进网球体系里。但是希尔顿的家里偏偏没有这样做，父亲没有逼他从小就去打网球，也没有急着带他去国外打青少年巡回赛，而是让他先去打橄榄球，先按他自己喜欢的节奏来。直到12岁那年，有一天希尔顿自己跑去跟父亲说，我不想继续当4分卫了，我想认真打网球，而且我想让你来教我。后来希尔顿没有马上进入职业巡回赛，他走的是一条在男子网坛越来越少见的路，美国大学网球。他进入父亲执教的佛罗里达大学，2021年帮助球队拿下 NCAA 团体冠军，2022年他又拿到 NCAA 单打冠军，成为全美排名第1的大学球员。然而真正让外界开始注意到他的是2022年夏天的辛辛那提大师赛，当时他的世界排名还在500开外，却以2个6比3击败了当时世界排名第5的鲁德。所以希尔顿不是从青少年天才榜一路被推上来的，他更像是从大学网球这条慢路里突然加速冲出来的。这也是他身上最特别的地方，他拥有顶级网球家庭的资源，却没有走最典型的职业青训路线。2023年澳网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2个大满贯正赛，他一路打入8强，最后在1/4决赛输给了保罗。同一年美网他又打入了4强，还轰出过149英里，接近240公里的发球。但希尔顿真正的变化不是他又多拿了几个冠军，而是在2023年美网之后，他没有停留在左手大炮和高光新星的阶段，他不再只是偶尔打出高光，大满贯他能进深轮次，大师赛他也开始真正拿到结果。而到了2026赛季，希尔顿开始给出了更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不是来自某一场的爆冷，也不是来自某一个短暂的高光，而是来自3战完全不同的冠军。先说2月的达拉斯，决赛对手是弗里茨，希尔顿开局先丢一盘，第3盘还一度面临赛点，但是他顶住了，最后3盘逆转，拿下了生涯的第4冠。这一战最重要的不只是冠军本身，而是他几乎每一场都打得很艰难，但是每一次他似乎都能找到逆转比赛的办法。再说4月的慕尼黑，红土是希尔顿过去最不被看好的场地，但在慕尼黑他没有再急着每一拍都想打穿对手，而是开始愿意在多拍里周旋，左手持拍带来的旋转和角度也让他在红土上有了更多拉开空间的办法。最终在决赛中他以2盘击败科伯利，拿到了冠军。然后是6月的斯图加特，草地会放大希尔顿的发球和进攻，但同时也会放大他过去的不稳定。可这一次他没有只靠天赋硬冲，即使比赛几次被拖进极度危险的局面，他也没有散。最终他拿下了个人的第1个草地冠军。You've just become the 4th man this decade alongside Alcaraz, Djokovic and Bublik to win titles on clay, grass and the hard court. 对今年的希尔顿来说，这当然还不是终点。
但至少他已经不再只是那个靠一记左手重炮让人记住的年轻人。硬地、红土、草地3种完全不同的场地，他都找到了赢球的方式。那个曾经锋芒外露的少年，正在变成一个更完整的球员。这也许才是希尔顿真正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开始。这里是网球咖啡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